大家好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经济效益很高的几种植物，还有它们简单的采摘食用方法。如果你看过我的频道，就会发现我在后院种菜，主要是用最自然简单的方式。我不是专业种菜的，家里也只有3个人，都是小鸟胃，所以我种东西都种不多。每样植物最好是一物多吃，除了可以吃瓜、吃豆，最好是连这些瓜豆的嫩叶都可以采来食用。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些全身都是宝的植物。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，我也非常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给我。佛手瓜，佛手瓜也叫做合掌瓜，佛手瓜的嫩叶就是龙须菜。我非常喜欢吃龙须菜，所以每年一定都会种佛手瓜。我跟大部分的人都不太一样，我虽然每年种，可是从来都没有让它有机会长出瓜来。因为我住的地方是在美国的Zone5区，冬天很冷，通常到了10月、11月，佛手瓜就差不多不行了。所以在这短短的几个月，我都是不断的采摘它的嫩叶。通常龙须菜的嫩叶要一大早去采，那时的嫩叶是最新鲜、水分最多的，最好吃。我每年大概只有种几颗，从来都不够我吃，所以龙须菜是我唯一没有办法和朋友分享的美食。在美国，我住的地方从来没有看到有卖龙须菜的。最近朋友在网上看到有卖龙须菜的，非常的新鲜，也非常的贵。这样小小一把，1磅的价钱是8.99。如果大家没有概念，我就拿上海青，也就是青江菜来举例。青江菜是最便宜的青菜，通常1磅只要1.99就可以买到。中国超市跟美国超市都有卖。你看龙须菜跟青江菜比有多么的珍贵，所以喜欢吃龙须菜的朋友，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可以试看看。南瓜，一般南瓜的种植要等好几个月才能开始采摘南瓜。因为我喜欢吃龙须菜，所以有时候龙须菜不够我吃的时候，我就会采摘南瓜的嫩茎、嫩叶，味道也是非常的香。但是因为南瓜的嫩茎、嫩叶部分有毛毛的，所以像我女儿就不太喜欢，那我就会把它外面的这层毛毛的撕掉，然后就像炒龙须菜一样，是用姜先爆香以后再炒。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之前改良土壤那个影片，就知道我的土壤都是自己堆肥出来的半发酵土堆的。今年的堆肥土里面长出了非常多的南瓜幼苗。大家知道南瓜的叶子超大，也很会长，又很会蔓延，所以我拔了几十个南瓜的幼苗，只留下4颗，3颗主要是来吃嫩叶，1颗拿来长南瓜。除了南瓜的嫩叶可以食用之外，它的花也是我们家厨房常见的菜之一。南瓜花很大，可以里面包绞肉，拿去蒸或者是拿去炸。我有时只是裹个粉就拿去气炸，也是很美味的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也可以在网上用关键字南瓜花去找食谱哦。节瓜 zucchini， 节瓜跟南瓜很像，只是它没有这种藤蔓，所以嫩茎通常是不采摘，但是它的花跟南瓜花一样很大，是可以食用的。南瓜花跟节瓜的花都不需要把中间的花蕊拿掉哦，不用像金针花那样处理的，炸的、炒的、蒸的都很好吃。南瓜花的食谱都可以套用在节瓜花上食用。另外，通常吃花我们就吃公花，就是长这样的花，因为母花还是要让它长瓜的，除非你的母花太多，不然的话，公花拿去授粉之后就可以采摘咯。丝瓜，丝瓜长到后期是非常多藤蔓跟茎叶的，所以我也是会在一大早去采摘丝瓜的嫩茎叶，和南瓜嫩茎叶一样的处理方法就可以了。另外，有些人也会拿它去配稀饭，或者是放在汤里吃。它没有毛毛的，所以就像处理龙须菜一样就可以了。食谱方面，只要龙须菜的食谱都可以套用在丝瓜嫩茎叶上哦。豌豆苗，说完瓜类的嫩茎叶之后，现在轮到豆类了。
最常见吃嫩叶的就是豌豆了，也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豌豆苗。在超市，豌豆苗也是属于比较贵的蔬菜。因为我喜欢吃嫩叶，所以每年种豌豆苗其实都是为了要吃它的嫩叶。在我们这种下雪很多的地方，2、3月的时候就可以下种子，它不怕雪，所以早点种植就可以比较长时间的采摘到这些豌豆苗。或者是在8月底9月初的时候种植，也可以收嫩叶，收到大概11、2月。豌豆苗的食谱就是一般的炒大蒜，或者是在面里面加些豌豆苗就很美味了。异豆也叫做四轮豆，老实说，这个异豆真的是非常的难种，我自己种了2年，目前都还没有成功过。不知道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，种到秋冬它还是小小的，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收到过异豆。但是我会推荐给大家，是因为我已经听说它的经济效益非常的高，自己也查了很多的资料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兔妈的影片，我会放在说明栏里面。他介绍的非常的详细，我也是在他的网站上买的种子哦。我个人是不认识他，但是很喜欢他的影片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参考看看。异豆的豆子很珍贵，它的茎叶听说跟地瓜叶一样，它的根听说也可以食用，可以说是全身都是宝的一种植物。如果大家有成功的例子，我真的非常想要学习，请大家在留言区给我建议。枸杞，很多华人喜欢种枸杞，我自己也有种，是朋友给的苗。我种了大概2年，收不到5颗枸杞，但是倒是会拿枸杞叶来做菜。它的叶子跟枸杞一样，具有相当的营养价值，对眼睛很好，带有枸杞一样的味道，所以我会拿来做枸杞煎蛋，或者是直接用大蒜炒一盘枸杞叶。有时没有青菜的时候，这也算是救急的一种青菜。白萝卜，华人都喜欢种白萝卜，我自己也是年年种。有的时候白萝卜收成很差，萝卜很小，不用太沮丧，就把萝卜叶子拿来当做假雪里红来处理。白萝卜的叶子也有人会先晒干，然后做腌菜，大家也可以上网去找自己喜欢的食谱。我喜欢用自然的方式种菜，每样植物我希望都能够做到充分利用。所以以上这些经济效益高的植物都是我菜园的常见蔬菜，也是我家厨房的常见食材。有时忙到没有时间买菜，或者是特殊情况不能出门，有了这些救急的蔬菜，对家庭主妇来说真的是非常的方便，真心推荐给大家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记得点赞和关注我哦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